得知要和死对头联姻，我天塌了！连夜把他从黑名单里薅出来商量对策。你也不想娶了我哥家里添堵吧？我有一计。说。明天联姻宴上你扮弱智，我顺势拒绝。不要，好丢脸。哼，那我扮弱智，你拒绝。行。啊，搞定。第二天联姻宴上，叫人。我嗖的窜到栏杆上，倒挂着荡来荡去。人尽尽哇塞，陆小姐真是聪明伶俐，学富五车。父亲母亲，儿子陷入爱河了。Damn， 我他妈好像被人做局了。整个宴会厅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我妈顿时大喊：“保安，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家伙给我插下来！”啊！放开我！沈行舟，你不讲武德！等我反应过来，我人已经进婚房了。当晚，我躲在书房玩农场。沈行舟洗完澡走出来，他不语，只一味的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找东西。咦，文件呢？去哪儿了？沈行舟几次都差点走光，差点都让我看见。好热。哎呀，那什么，你先上楼，我11点进去。他点点头，浴巾也没捡，双手捂着脸上楼了。陆之怡，你玩我是吧？你要不要看看几点了？回答我。啊，才10点85啊！真不是我故意拖延，我从小就雷沈行舟。初中的时候，我邀请同学来家里吃烧烤，沈行舟路过门口看见我，突然飞奔回家。片刻后换了身西装出来，微风碎盖变成中分大油头，一脸冷酷的在我家门外晃悠。我的天，他好像是脑机发作了。你老公，明明就是你老公，那头蓝哥一直看你，我去，脑袋都从栅栏缝里伸进来了。我脸都被他丢尽了，破防怒吼：“你老公！我陆之怡就是死歪头，从这跳下去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和他谈。”沈行舟狠狠捏碎了手里的空气篮球，张个大嘴，味的跑了。当天沈行舟就发了条朋友圈，配文爱恨就在一瞬间，并把 ID 改成沈二爷以黑化那个让沈二爷黑化的女人，导致我整个中学时期都被人喊那个让沈二爷黑化的女人。坏菜了，这玩意儿真成我老公了。哼，你还知道来？还不是为了家族？你还委屈的不行。去年咱俩闹掰，你这毒妇用我朋友圈发了条猛练树伤遭夹断负心汉，还艾特了所有人，圈里谁还肯要我？就知道他在报复我。你千万别误会，我是因为喜欢你啊，商业联姻而已。2年协议期满后，我们就离婚。婚姻期间我会尽到丈夫的责任，除了爱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嫌恶心，恶心就对了。谁准你亲我了？你有种再亲一下试试。沈行舟神清气爽的穿衣服，而我面如死灰趴在床上，想让他下班后帮我带公司楼下的杨梅蛋糕，随口问了句：“哎，你今天几点回来？”不许撒娇。不许用这种可怜兮兮的表情看我。行，我尽早回来。刚结婚就这么粘人，真麻烦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先说清楚，这只是夫妻间的流程罢了，免得你一直烦我。沈行舟说完，就高傲地昂着脑袋去公司了。这种人就算治好了也是流口水。沈行舟虽然讨厌，但他的能干又弥补了这一点。几个月下来，我渐渐食没知味，心情好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给他几分好脸。这天下班后，我刚好路过沈行舟的公司，前台看见我，飞快拿起电话，捂着的嘴叽里咕噜的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。我茫然上楼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见沈行舟端着高脚杯，一脸深沉的站在落地窗前向外眺望，不说话的时候，还真他爹像个油。呀嘞，才分开9小时零13分钟就受不了了。我不喜欢粘人的。说话了，我假装没看见垃圾桶里的可乐罐。我大学室友晚上组了个局，要不要跟我去坐会儿？我很忙。那拜拜。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想我陪你，我就勉强抽出一点点时间。
啊，好好好，你忙你的，我和别人去，告辞哈。什么人？男的女的？去什么地方？还回来吗？几点回来？回来后还这些问题都零人在意。我怀疑这人 DNA 是反着扭的，没搭理他，开车回家了。我回到家，正在衣帽间换裙子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上楼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取个文件。你亲自回来取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？要见什么人吗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高跟鞋和你这身不搭，穿洞洞鞋吧。昨天刚给你刷干净。这么冷还露个肩膀头子，生病了还得麻烦我照顾你。把外套披上。沈行舟见我不理他，他有些焦躁地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欲言又止。其实我今晚不是很忙，要不……楼下倏然响起鸣笛声，他过去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往沙发上一坐，不说话了。我踩着细高跟走到他面前，租，我走了哈。他冷笑一声，别过脸，不知道谁又惹他了。我关上门，正准备下楼，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开水壶般的鸣叫。我疑惑地推开门，声音瞬间消失。沈行舟面无表情。怎么了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摇摇头，关门刚要离开，身后又传出一声凄惨的鸣叫。什么死动静？我再次推开门，声音又消失了。我无疑地在屋里扫了一圈。沈行舟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没什么。我默默关上门，想了想，这次站在原地没动。果然，水壶声再次响起，似乎还伴着一声哽咽。我咣当一脚踹。我去，这门是有什么开关吗？你很闲。你真没听见吗？就是那种又尖又吵，像水壶烧开了。莫名其妙。真是见鬼了。我下了楼，看见闺蜜的车停在路边，我走过去，看见一个高挑的男生倚着车身，见我停下来看他，他笑着向我挥手。姐姐好，我是苏妍的表弟陈耀。之怡，快上车。陈耀绅士地为我打开车门，又替我系好安全带，才坐回主驾。我无意间向外瞥了一眼，看见2楼的窗帘好像动了一下，没放在心上。路上，闺蜜向我介绍，陈耀我表弟在伯克利读大2，前几天刚回国，准备举办自己的首场个人音乐会，平时忙得不见人，今天知道咱们同学聚会，非闹着让我带上他。久仰久仰。姐姐对我有印象？没有，只是寻常的客套话。酒过3巡，我抱着话筒激情开唱。全程安静坐在角落的陈样突然起身走来，不动声色的一屁股怼开试图靠近我的模子哥。姐姐，我对这里不太熟悉，能不能带我出去透透气？我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我看向疯狂往模子哥身上呲水，嗨到不知天地为何物的闺蜜。我点点头，带她上了顶层露台。你一直在国外上学？姐姐真不记得我了。我盯着陈样的脸陷入沉思，直到她耳根一点点泛红，才依稀从五官中看出点熟悉的影子。记忆中陈样小我3届，是个阴郁孤僻还一脸痘的小胖子。放学后经常被校霸堵在巷子里要钱。苏妍跟我们不在一个学校，我见他总被欺负，就让他以后放学等我一起走。没多久他突然转学，我们也就断了联系。原来是你啊，我都不敢认了。嚯，这大高个，皮肤也变得好好，你怎么保养的？那时我生病了，因为药物的影响，所以会不太好看。那你现在身体还好吗？没事了吧？陈样静静看着我，突然毫无预兆地向我伸出手，即将碰到我脸颊时，我唰地往后一仰，一个灵活的下腰躲了过去。问就是14年舞蹈功底。抱歉，我只是看你的头发被风吹乱了，不是故意唐突你的。姐姐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哭什么？能再见到姐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当初如果没有你鼓励我、保护我，我根本不敢想自己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对姐姐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有感激。不要讨厌我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你看你现在多优秀啊！哎，你等会儿给咱表演个那什么，门有点松。是门德尔松。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陈阳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，越哭越来劲，肩膀抖得像个筛子，实在扛不住这尴尬的场面。那个学弟你先哭着，我下去给你拿纸。姐姐，我有点头晕。我连忙撑住他肩膀，下一秒
一只皮鞋唰的飞来，狠狠砸在陈阳后背上。我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。昏暗露台上，沈行舟站在几米外的阴影里，左脚少了只鞋。他死死盯着我放在陈阳肩上的手。我说怎么不需要我来吗？原来你在外面过的是这种快活日子。姐姐，这位叔叔是谁啊？叔叔。沈行舟扯了扯领带，想要气场十足的走过来发火，却因为洁癖半天没下去脚。你俩先转过去。沈行舟哒哒哒的单脚蹦过来，把鞋捡起来穿上，然后紧紧揽住我的腰，左手替我拢了拢头发，不经意露出无名指的婚戒。我是陆之怡的爱人。啊，实在抱歉，看您这么成熟就误会了，姐夫不会怪我吧？老婆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刚要开口，陈阳抢先一步，说一些姐姐高中时期的事。对了，姐夫那时已经快大学毕业了吧？时间过得好快，真是岁月催人老呢。我心想坏了，众所周知，男人过了25就是65，沈行舟今年刚好25，正处于男人对年龄的高敏感时期，这不往他心窝子捅吗？我和我老婆讲话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家里长辈没教过你礼貌教养。对不起，是我多嘴。姐夫要是生气，就再拿皮鞋抽我吧。哼，勾狼做派。姐夫怎么骂人呀？我也是好人家的男孩，不知哪里得罪了姐夫，竟要遭此灭顶羞辱。沈行舟眯起双眸睨他，表情越发阴沉。我生怕他俩打起来，连忙缓和气氛，想叫老公，又想叫死鬼，结果舌头打结，脱口而出：“死老鬼，你怎么来了？”